會記起贊購、起訂閱、洗刷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說的芊芊。哇，有點落後啊！今天呢，我們要來拍一個我自己覺得蠻有趣的主題。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沒有常點外送？我自己呢是幾乎每天都會點外送，而且呢我還蠻常重複的點一樣的店家。我今天呢就要來吃3家我自己平常非常常點的外送，來看看實際的店家究竟是長怎樣。好期待哦 ！Go go go！ 我今天穿1.1哦，哎呀，那也是落後啦，真的是。我們首先呢，第一間是要來開箱阿伯蛋包麵，然後它這一間呢，我真的超級常點的其中一個原因，是因為它凌晨3點半它就開了，因為它接近環南市場，所以其實它是跟着市場的時間開的。我覺得台北其實蠻多類似這種麵店，因為像之前我還蠻常吃的華林，然後跟那個林家，就是那種簡簡單單的美味。然後我也是因為這樣，所以我哎呦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吃飽了，上班來點個外，這樣好像會有治安外泄的問題。傳檔案好像也不太安全。今天價差怎麼這麼大啦？使用 Surfshark 一次解決網絡安全隱私、免費網絡的危險以及價格歧視等問題。鯊魚保護你，還好有你在，而且 Surfshark 不限裝置，有超過4500台伺服器，遍布140個地區。像我常常在追串流平台的戲劇，出國追劇也是 easy， 讚。點擊 surfshark.com/1000或是優惠碼1000，可以獲得額外4個月 Surfshark 的服務哦。快來一起試試看吧！來哦，我们现在已經內用了，然後我點的是它的蛋包麵，然後跟嘴邊肉。它其實這裡有一個蠻特別的地方，是你點它的麵啊，不管大小碗，它都會附一碗清湯，然後加貢丸，我覺得蠻讚的。它的乾麵就是非常簡單的配置，它有一個半熟蛋、榨菜，然後2塊的那個豆腐，然後呢，我自己會再淋一些醋，這個是醋，來咯，然後稍微拌一下。你要把這個醬油拌開。等一下哦，在家裡面就會有自己一個大碗，你知道嗎？然後在這邊呢，你就要稍微這樣分一下，因為我喜歡先把它拉散之後，因為它這個畢竟有醬油又有酸菜，所以一定要攪拌得非常均勻。然後這間呢，它其實不是油麵哦，大家可以仔細看，它其實是白麵。那我現在先移過來，來嘍。哇！果然店都還是要內用的。外送雖然很難點它，但我覺得內用吃的感覺還是不一樣。因為畢竟外送送來麵會再稍微軟一點點，可是現場吃啊，它不至於到是那種很有嚼勁的那種麵，可是我覺得至少有帶一點口感。然後加一點嘴邊肉，它是用嫩薑你看薑多乾淨漂亮。嘴邊肉很好吃，我覺得它醬油稍微放的有點太多，而且它的嘴邊肉非常的嫩，口感很好，乾乾淨淨的味道。我去用一下辣椒醬。现场居然還有蒜泥，而且是新鮮的蒜泥可以加哎，那當然就是一大早就給它加爆啊！而且它蒜泥是乾淨的顏色，很新鮮。它的辣醬就是非常的辣，不要加太多，就是感覺到了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冷靜。哇，加蒜泥下去又不得了，因為家裡沒有那麼多常備蒜泥，你知道嗎？豆乾，我剛以為是豆腐。
我覺得菜新鮮這件事真是吃得出来的。我之所以会常點它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品質很穩定，然後它口味調味一切都不會太重，都刚刚好，干干淨淨的味道，然後就非常耐吃。然后纯粹的它就是醬油調味，你自己在家裡加醋，然後加一點辣油。來現場的話還可以加蒜泥，雖然放很多榨菜，可它其實榨菜就是有點帶一點甜味，它其實不是那種很鹹的那一種。我自己覺得口感上還蠻加分的。那我先下一個蛋酥，因為对我來說很常點就代表它很耐吃。然後它附的湯就是清清的這樣子，一般的大骨湯沒有做太多調味。反而自己吃自己很常點的外送，結尾不知道做什麼，那就是樸實無華的味道。我自己私心蠻喜歡，大家住附近可以來試試看，因為這間其實也是非常老的老店。給大家看一下，這裡是很多報章，現在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店家有貼報紙，但是我前陣子有上報紙哦，因為請世界吃桌，所以我好像上報紙。哦天哪，我應該把它剪下來的，難得有上報紙的機會耶。下一間。Lady Gaga 這一間呢，就是我很常點的外送玉芝高華芝高飯。它雖然說它的招牌是33年老店，但它已經超過33年了。它是三重這邊的在地的很知名的那個老店。先點一個我個人外送都會點的芝高飯，然後哇，它這裡也有豬腳飯，豬腳飯是外送沒有的，不然點一個試試看。然後我通常點外送芝高飯，我都會跟他說我要肥一點。所以我這邊也要補充肥一點。很多人推薦它的滷大腸，這個就是我沒有點過的滷大腸跟豆豉無鍋魚，然後跟滷白豆腐会點太多。我最常點的其實就只有芝高飯，然後跟一個滷白豆腐。它的菜頭湯很好喝。但它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，它的桌號全部都是人名，有曾國城、周杰倫、黃仁勳，哇，好新哦，新的桌子嗎？然後我們現在坐這一桌呢是 Lady Gaga 桌，就要幫它打勾。哇，謝謝。这是外送的樣子，然后這是現場這樣子，哇，那看起來整個很隆重哎。趁着現在就是餐點還沒全上來，跟大家分享為什麼叫芝高飯。因為呢，公豬它其實在台語叫的哥嘛，的哥，然後就很像有點像諧音，現在很流行的諧音梗一樣，它就寫芝高飯。然後芝高飯通常都是豬的後腿肉，如果是點那個控肉飯，它就是三掌。謝謝。豬腳哦，好，謝謝。哇，我點了2碗飯，哇，好興奮哦，怎麼辦？它的配置有這個醃制的白玉蘿蔔，很肥，一定要肥肉多，肥肉，然後豆子、滷蛋，然後跟豆腐，下面還有鹹菜。它的滷汁啊是甘甜古早味的那一種，它不会有那很重的中藥材味，是甘丁啊甘丁。它肥肉滷得非常的軟嫩，可是你又不會覺得它油感很重。瘦肉有時候我點外送會稍微乾一點點，可是因為它肥肉真的太好吃，忍不住還是幾乎2-3天就會點一次。然後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，它味道感覺比較平淡一點，可是對我來說非常的溫順溫潤，所以是幾乎可以天天點來吃的那一種。我很喜歡它的白玉蘿蔔。脆口，然后甜，很解膩。就因為我通常都點肥肉多，所以吃一次的時候再配一個白玉蘿蔔，你就會感覺嘴巴裡面 refresh 之後，就可以再繼續吃了。而且我覺得它的酸菜也是蠻加分的，因為它的酸菜是屬於鹹度不會到太高的那一種，所以你在吃的時候啊，你還吃得到它那個有多汁鹹口的那種香氣，然後再這樣子煨上一口精華的，哦喲。肥肉煮得真好，軟嫩的話在你的嘴巴裡面，可是你又不會覺得那油膩感很重，豬膻味很重，它就是一股甘甜味。我來吃一下它的大腸，大腸我記得我好像有點過，但我對它沒有什麼印象，所以因為我這一次來要實際吃現場，因為太多人推了，我就想說也跟着試試看。它裡面的油脂不算是刮得很乾淨的那一種，它有留了一些油脂。
可是我喜歡這種，因為我覺得有留一些油脂，其實吃起来比較香。內層的一些油脂在，然後吃起來它的那個味道其實算蠻香的，可是你不會有膻味，不会有臭味。滷汁的味道真的不會用太鹹，來加一點辣醬。我看到蠻多人推它的辣醬，淋個1匙。因為肥肉吼就是要加一點辣醬，它的香氣就会更炸。辣椒醬油，它辣度不会很高，比较刺的那种辣，可是我觉得配起来很香。哎，要加哎，加它的辣椒醬油之后，味道又更对了。它会有点把那个原本的那个油感，就是中间会岔開，然後變得刺激，然後那個油膩感又不會到太重。然後它的滷蛋呢，其實滷蛋很像鐵蛋，就是滷到很乾，所以我通常在吃的時候，我就會這樣子，然後把蛋黃全部都拌進去飯裡面，因為它原本已經有它的甘甜的那個滷汁跟酸菜合在一起，然後你就會覺得非常的加分。還有一招，相機一直要放下，我還有一招，把它的大腸這樣子放上來。大腸蓋飯，你飯用蛋黃下去拌過，然後就加上這個大腸味。喝一下它的湯，因為好多人誇它的那個蘿蔔湯。它的蘿蔔湯不是味道非常厚實的那一種，清甜，然後它蘿蔔煮得非常的入味，完全沒有吃到它的那個纖維感。因為其實我很喜歡吃蘿蔔，可是我很怕吃有一些裡面那個纖維感會很粗，它這個不會，很好吃。我們現在吃吳郭魚，那吳郭魚現在目測豆豉醬油的那種度數，可以點。如果你很在意那個吳郭魚的土味的話，它的醬汁味道其實算蠻重的，然後是鹹口的那一種，可是又不會到太重口味，就一入口就愛鹹豆豆，它就是剛剛好的鹹味，剛好有蓋住它的那個吳郭魚本身帶有的那種土味，然後它的魚肉啊吃起來沒有到非常的嫩，可是我覺得不至於到乾，就還行。網絡上蠻多人留言說來這裡一定要點一下它的豆腐，不知道它味道究竟是怎麼樣。看起來滷的醬色還蠻重的，哎，剝開其實還好。非常的嫩，顏色看起來很鹹，但其實不會，豆香味也很夠。好，現在來吃這個豬腳飯了，這個是外送沒有看過的。先把這個骨頭拿掉。哦呦，把它煮到嫩到骨頭這樣一剝就掉。豬腳的油脂香氣又更重，然後嫩度也更高。為什麼啊？真的是，哎，它的豬腳帶有一點點筋感，所以你咬起來口感就會有不一樣的層次。然後我兩個都喜歡呢。而外送上面它只有開滋高飯。來，去骨肉。一直在空。吃完了這間玉芝高華，很溫潤，很甘甜，是那種古早味的調味，我覺得非常的耐吃。如果大家喜歡吃肥肉，我覺得真的可以來試試看，因為我覺得它的肥肉，身為一個熱愛吃肥肉的人，我覺得它真的處理得非常的好。然後到它來的話，我覺得可以點一下它的豆腐，我覺得它豆腐也不錯，還有它的大腸，還有它的蘿蔔湯，我也覺得蠻好喝的。下一間。它這裡的座位在2樓，2樓有另外一片天。謝謝。好。
來了，這間是萍姐酸菜面。它其實原本是叫萬國酸菜面，然後後来改名成萍姐。我网絡上其實有查到2個原因改名成萍姐，但因為我不確定是哪一個，我就不講了。我這一間呢點外送的时候，我都是点它的酸菜面。我那时候在查的时候，發現它的那個湯面其實也蠻受歡迎的，所以想說今天既然來現場，那就2個都點看。而且我覺得來現場吃，發現它內用餐具蠻貼心的，它是用那種就是消毒的那种鍋具放在裡面，覺得特別的安心。而且我剛剛沒有料到說它這個湯會有附蛋，我還多點了2個蛋，有夠瘋。這個麵條跟剛剛有點像，也是白麵，可是它是比較稍微粗度跟重量也比較重一點點。我現在喝一口湯。它酸菜其實量算蠻多的，所以我以為會是很鹹很重口的那一種，可是它是甘甜呀甘甜尾韻帶一點酸味的，還蠻特別的耶。面條的口感其實蠻有嚼勁的，咬起來心的地方會有一點點阻力的那一种。我覺得它味道比我想象中香哎，它有點像那個老菜脯的那种酸香感。没辦法，這個湯好喝。我覺得這個早上吃你會吃得到它的細緻的味道，然後如果中午後吃，你舌頭接觸比較多東西，口味上可能會比較吃不太出來。但我蠻喜歡的，因為現在很早，所以那就8點20分呢。芹菜我也是看到人家推的，爽脆清脆，甜度也很夠，可以點呢，有點像嘉義的涼菜的那個程度哎。來了，然後它就整個，把蛋拌進去，看它的湯頭會變怎樣。看網絡上有人這樣推薦吃。那原本其實我覺得湯頭吃起來就有點油脂香的，然後蛋黃加下去之後啊，有一股膜感會把它包過去。我就喜歡這種簡單樸實的味道。這間麵店又跟剛剛那間麵店完全不一樣的風格。你看這個酸菜很棒哎，顏色看起來很深，然後量又很多，可是卻不會到很死鹹。我們湯的吃完來吃乾的，先拌一下，它的醬都在下面。你看這裡，我現在吃一口原味，等一下再來去加一點辣油、蒜泥，乾麵標配。我個人呢。豬油的油脂香，它那個脂香非常的濃郁，它那個脂香會整個包住那個醬油的香氣，然後一入口的時候，那個鹹香味就會覺得炸開。乾麵口味其實比湯面再稍微重一點點，可是你在吃乾麵的時候，你會很明顯感受到它的酸菜的厲害的地方，清爽的酸，所以你吃下去的時候，它其實在你的入口尾韻帶酸感的时候，你會覺得很開胃，很好吃。吃一點雞腸，這是剛剛老闆推薦我的。宵夜場賣很貴的米苔目店會出現的那種精緻的味道，短中帶脆口，很好咬，很香。這很好吃，而且它辣油好香哦。因為我剛放的那次是它的辣油，它说它底部是有點像沙茶的類型，然後它的那個辣的飽滿度很高，然後你的嘴巴會有刺感，可是不會像那種朝天椒那種那麼刺，就是它是整個是很圓潤厚實的。好吃。I will be back。怎麼辦？我覺得內用真的還是最好吃的，我这不得不說。點外送的時候已經覺得不錯了，內用之後就覺得哇，新天地。蒜泥跟辣都要加，哇！因为蒜泥跟辣加下去之後，稍微辛辣感比較明顯的時候，還好我有點半熟蛋，來嘍。這時候你就把它戳破。我想奢侈的給它們拌一拌。不要600，背景音樂。
城市少女，你口味比较輕的人啊，你可以先點湯的試試看。你口味偏重的話，你可以試看乾的。但我覺得，如果你可以吃2碗的話，可以2个都試試看，因为我覺得一樣的基底酸菜，然後有豬油下去做提香，我覺得吃起來感覺很不一樣。啊，煙燻豆皮啊，我整個被我忘記它了。煙燻的味道雖然濃郁，但你還是吃得到豆皮本身那個豆製品的香氣。因為我覺得它加小黃瓜很加分，因為豆皮煙燻豆皮它的口感就是比較偏軟軟的嘛，那加小黄瓜之後，你就會多脆口的口感，就很加分。我還有蛋，太奢侈了。我現在是個大人了，所以我可以點2顆荷包蛋。但是阿伯的那一間我點比較多小菜，這間其實我從來沒有點過他小菜。這次來點的時候覺得，下次如果外送他不知道有沒有開他的青菜，我下次一定會再點一次他青菜跟他的雞腸。怎麼還沒有到我會的副歌？好，先這樣，我要做結尾。我只能說，這間萍姐川菜麵，我個人喜歡它的現場吃。首先就是我覺得它音樂對了，感覺就一切都對了。然後因為我之前外送都是點它的乾麵居多，其實它的酸菜不是死鹹的那種，就像我剛剛說，它是清爽的那種酸，帶點鹹味的那一種。然後它其實還有點甘丁，因為我之前點乾麵的時候吃到後面，我還是會覺得有點稍微偏鹹一點點。我今天喝湯之後發現，我更喜歡它的湯麵所以我覺得我下次來的話，我應該會主攻它的湯麵。然後小菜的話，我推薦大家一定要點它雞腸，它的雞腸真的處理的乾淨、脆口，然後又很耐吃。我今天開箱的這3間呢，都是我在餘生。都是我在外送平台上非常常點，然後是我第一次吃實際的店面。我的感想是，外送我吃已經覺得很耐吃了，可是我覺得到實際店面其實是有更加分的，因為其實店裡面的醬料非常的多，然後我又看得到很像一些蒜泥或是其他各種醬料的那種整個擺設啊，看起來就是乾乾淨淨的，然後又很新鮮。在我心目中就是覺得我下次外送，難怪我會選他們，我果然品味還是蠻好的。好，那就覺得。怎麼變成這節目也是寬？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開箱。如果大家有很常點的外送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。常點的外送到實際店面真的很有趣，你會有一種熟悉的陌生人。拜拜。有些人會說外送來的東西就是他鼻都會造氣，可是有時候就是你有時候真的是不會搜尋到店，或是他其實在當地很有名，可是有時候你就是可能剛好不會經過，所以你就意外點到，所以你就有一種撈到寶的感覺。